吴震今年30多岁，是一家规模不大不小的私营企业老板，和妻子是大学同学，一起结婚4年，有了个可爱的3岁宝宝。因为生孩子的关系，妻子杜晴就辞职，一直在家照顾孩子，成了一个全职的太太。杜晴是个美人胚子，当初在学校就是校花，吴震花了2年才追到她。生孩子的时候人胖了一圈，但不像其他女人，她很快就减肥瘦了下来，身材不但不逊色年轻的少女，更添了几分成熟女人的风韵。许多人都羡慕她有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老婆，让她的感觉特别有面子，不过也给她带来不少烦恼。那些望向妻子的贪婪眼神让他很不舒服，这也是他坚持让老婆留在家里的原因之一。今天是他们结婚纪念日，吴震想要给老婆一个惊喜，买了一大束郁金香，这是他最喜欢的花，还精心挑选了一份礼物。他有些迫不及待地看到老婆惊喜的模样了，推掉了一些工作，提前下班开车回家。可是门口的一双男士皮鞋让他心里咯噔一下。家里铺了高档的木质地板，进去都是要脱鞋的，那双皮鞋尺码很大，一看就是男人的鞋，是谁来了呢？对于老婆杜晴，吴震还是很信任的，自从和她结婚，就基本断了以前同学的联系，两人一直恩爱有加。多了一个小天使后，虽然私人空间小了，但彼此似乎有了更深的羁绊，变得更加亲近，就像水一样，虽然淡淡的，但仿佛它就应该在那里，在那里是如此的自然。或许是哪个亲戚来了吧，吴震自嘲的笑笑，走了进去。一个长着一双水灵灵大眼睛的小女孩正在地板上的榻榻米上抱着洋娃娃玩耍，看到吴震进来，蹦跳着跑去抱住爸爸的大腿，张着双臂奶声奶气地说：“抱抱，丫丫乖，来，爸爸抱抱，哈哈，有没有想爸爸呀？”看着女儿肥嘟嘟的小脸蛋，吴震忍不住亲了一口。女儿是他的贴心小棉袄，只要看到女儿甜甜的笑脸，工作再辛苦再累，他都觉得值得。环视了下四周，客厅、厨房都不见杜晴的身影，刚才的那双男人皮鞋再次让他心里怀疑了起来。抱着女儿轻轻问道：“宝宝，妈妈呢？”“妈妈睡绝觉。”丫丫皱着浅浅的眉头想了想，指着卧室的门说道。轻轻放下女儿，让她自己玩耍。吴震心里一惊，想到一个可怕的场景，有男人进来了，而妻子在卧室睡觉。是小偷吗？不可能，哪个小偷那么讲文明，还脱了鞋子进去的？那就是熟人了。大门是坚固的防盗门，上面还有猫眼，外面的人没法轻易进去，除非是妻子同意。大白天的睡觉，是一个人睡，还是和那个男人一起睡？来到卧室门口，门关着，耳朵贴了上去，里面似乎有声音，但隔音的关系，听不清楚在说什么，依稀能够听到男女的对话。大白天的，放着小孩不管，关着门在卧室里，孤男寡女能做出什么好事来？吴震的怒火被点燃了。他没想到自己也有被绿的一天，还是在结婚纪念日这个讽刺的日子。看着茶几上的郁金香，还有口袋里给他准备的礼物，他越发的憋屈，猛地一下推开了门。他倒要看看这对狗男女是怎么样的糗样。房间里空荡荡，哪里有人？柜子上的电视正在播放着电视剧，难道是藏起来了？一幕幕捉奸的场景浮现在脑海。打开衣柜，俯下身子查看床底，都没能到人，连妻子杜晴的身影也没有。看向半开的窗户，难道是从这里逃出去了？可是这里是8楼啊！他在窗口看了好久，果然电影里的那些果然是骗人。这么高的地方，从这里跑，简直是找死。这时，厕所传来一阵冲水的声音，难道躲在厕所？吴震几步就跑到厕所门口，正要砸门，厕所门就从里面打开了。一个年轻的男人和老婆杜晴边聊天边往外走。阿震，你怎么回来了？这么早？杜晴看到吴震冷着脸站在门口，惊讶道：“他是谁？”吴震不爽地看着这个比他年轻许多的小伙子，他穿着一身牛仔服，腰上背着一个工具包，看起来像是来修理水管的，但没穿工装，让人感觉可疑。哦，他是来修马桶的，家里的马桶老是不停放水，浪费了好多水。他很厉害，一下子就修好了。
杜晴一边付钱一边夸奖道：“谢谢老板，记得给5星好评。”年轻人接过钱，露出一个阳光的微笑，朝着吴震也微微点头示意后就离开了。看着他穿上门口的鞋子离开，妻子在手机上给好评，吴震才察觉是自己误会了，幸好没有做出什么过激的举动，不然就糟糕了。哇，好漂亮的花，是送给我的吗？杜晴看到茶几上的花，抱起来闻了闻，兴奋地问道：“今天什么日子啊？”今天是结婚纪念日，我竟然给忘记了。老公，对不起，我竟然把这么重要的日子给忘记了。杜晴搓着手，一副讨好求饶的样子。每次她露出这副委屈的楚楚可怜模样，吴震就无力招架，对于这个粗心的小迷糊就再也生不起气来。算了，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日子。吴震假装生气的逗她，故意不经意的从怀里把一个小礼盒拿了出来。这是什么？给我的礼物吗？杜晴更加激动，抢了过去，边拆包装边问道：“是什么东西啊？我可以打开吗？”看着妻子一脸胶原蛋白的娃娃脸，吴震暗暗感叹：老天爷真是对老婆特别偏爱。虽然已经是生过孩子的妈妈了，但看起来丝毫没有岁月的痕迹，看起来还是那么清纯靓丽。爸爸，礼物。丫丫似乎对这个包装精美的礼盒十分感兴趣，丢了她心爱的洋娃娃，走过来想要去抢。宝宝乖，这是给妈妈的，来，跟着爸爸来跳舞。吴震一把抱起丫丫，用力在她脸上亲了一下。打开幼儿早教机，上面播放起儿歌，他就拉着女儿的小手，隔着拍子一起跳舞。女儿对儿歌更有兴趣，踢着2条 Q 弹的小短腿，似模似样的跳了起来。哇，好漂亮啊！老公，谢谢你。杜晴已经开打了礼盒，看到里面一对精致的铂金耳环，眼前一亮，兴奋的迫不及待的戴了起来，还在吴震脸颊上亲了一口。吴震假装嫌弃，心里却很高兴，有如此可爱的女儿，温柔美丽的妻子，自己实在是太幸福了。晚上，他们度过了一个难忘久违的激情夜晚。吴震满足的躺在床上，坏笑的看着老婆娇羞的赤脚跑去浴室洗漱。他很想抽根烟，不过生了丫丫后，他就决定戒烟了。这一戒就是3年，只能通过嚼口香糖缓解下。突然，手机的震动打断了他的思绪，转头发现杜晴的手机屏幕上闪过一条消息：“宝贝，睡了吗？”消息很快消失在屏幕上。吴震揉揉眼睛，难道是自己看花眼了？拿过手机解锁，可是一连试了2次都没有成功，再错的话就会锁屏2分钟了。吴震捏着手机的手不自觉地用力了起来，密码不是他的生日吗？记得大学时他们就用彼此的生日来做开机密码，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他竟然换了密码。刚才那条消失是谁发的？是恶作剧吗？是骚扰短信？还是说他出轨了？听到浴室开门的声音，吴震不知为何有些慌张，把手机放回了原位，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接下来他一直在偷偷观察妻子的反应，他慢慢也注意到了手机的短信，眼中闪过一丝慌乱，似乎还偷偷朝自己看了一眼，然后若无其事地关了手机。有什么事吗？吴震假装好奇地问道。没什么，垃圾短信。杜晴随口说道，语气淡定。真的只是垃圾短信，别人乱发的消息吗？吴震也琢磨不透，看妻子淡然的样子，又不像说谎，又或者他演技很好，掩饰得很好。如果是后者，这件事情恐怕就严重了。他很想问他为什么改密码，但话到嘴边又说不出口，似乎这样问显得很小气，很在意他，感觉很没有面子。可是猜忌和那句宝贝竟让他久久不能入眠。第二天一早，发现迟到的吴震就顶着黑眼圈就匆匆出门了。来到公司，看到一群人不做事围在一起正聊天，刚想骂人的他听到他们议论的内容，反而好奇起来。你们听说了吗？小马的老婆给他戴绿帽了。我早就猜到了，他老婆那么风骚，我早就知道他们找不了。
谁叫小马总是出差，嫂子一个人待在家里，时间久了就难免会有想法。7年之痒的魔咒，很多人都躲不过去的。小马也到了发痒的时候了，这种事情我见得多了。那小马会离婚吗？今天都没看到他来上班。他啊，可惨了。事情闹开后，他反而怂了，哭着喊着求老婆不要离婚，太没有骨气了。有人看到吴震进来，一下子作鸟兽散，纷纷回到了自己的办公桌。吴震看了一眼小马的办公桌，果然空荡荡的没人，不来公司也不请个假，看来事情是真的。看着挺帅气阳光的一个小伙儿，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已经没有心情训人，默默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突然他有些同情起小马来，遇到这种事情对谁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晚上的时候，吴震干脆按照资料上的地址去找小马，这也算是关心员工吧，或许他只是想找个人聊聊心中的烦闷。小马一个人在家喝酒，看到老板来看他，有些受宠若惊，喝得晕晕乎乎的他一股脑把自己的委屈都向吴震倾诉。小马和他老婆是相亲认识的，没多久就结婚了。婚后发现彼此三观有很多不合，因此经常吵架。可是很快他就会回想起妻子的好来，主动过去认错道歉。没想到他的妥协没有换来对方的体谅，反而让对方越发的放肆起来。先是手机换了锁屏密码，然后是各种暧昧的短信，无缘无故的突然打扮外出。终于他在一次跟踪中见到了他和一个男人卿卿我我，他气冲冲的过去争辩，却反而被老婆一顿臭骂，甚至提出了离婚。最后反而他开始怂了，选择原谅和忘记这一切，希望当做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能和老婆继续过下去。可他老婆却不干了，非要离婚和那个男人走。为这种女人不值得，兄弟，想开点，好女孩多的是，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吴震安慰着痛哭流涕的小马，自己不知不觉也喝了许多，也许是感慨小马的遭遇，也许是有种同病相怜的感觉。回去的时候已经一身酒气。回到家，杜晴看到他满身酒气，皱着眉头埋怨着扶他去躺下。老婆，我爱你。吴震醉醺醺的，但人还没有失去意识，感觉头昏昏地，但清楚自己在说什么。他要借着酒劲把心中的疑惑说出来。真是的，喝那么多酒干嘛？杜晴莞尔一笑，给他喂了一杯热水。老婆，你也爱我，对不对？老夫老妻了，那么肉麻。你快说，你要真心实意的说，我要听。只有借着酒劲，他才说得出那么肉麻的话。讨厌，好了，好了，我爱你，好了吧？不要敷衍我，我要认真的。知道了，我爱你，快睡吧，很晚了。你有没有事情瞒着我？听到杜晴哄小孩一样的话，吴震没有满足，干脆单刀直入。没有，你别乱想，要不给你泡碗姜汤去酒。杜晴迟疑了一下才说。看到老婆犹豫，他的心紧张起来，难道真的有什么事情瞒着他？你的手机为什么换密码了？是不是有什么瞒着我？吴震心里开始打鼓，他一方面好奇老婆有什么事情瞒着他，另一方面他又怕老婆真的一五一十的把那些他不愿意听到的事情告诉他。如果真的到了那个地步，自己该什么办？离婚吗？8年的感情，不可谓不刻骨铭心。他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他们会离婚。丫丫怎么办？那么可爱的一个孩子，他还那么小，他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庭。从小经历单亲家庭的他，知道小朋友没有爸爸的痛苦。他不希望那么天真无邪的丫丫也经历那些苦难。你发现了？前几天我的姐妹小芬把我的密码说漏嘴了，我怕密码被人偷听了，就改了密码。你因为这个生气了？杜晴想到吴震因为这个竟然跑去喝酒，没好气的说道。那短信呢？叫你宝贝的那个短信呢？吴震干脆一股脑的都问出来，这些话一直憋在心里，实在太难受了。不是说了是垃圾短信吗？不信你自己看。杜晴看到丈夫怀疑自己，语气有些不高兴，快速解锁手机，
递给他看。吴震自然不会真的去查看，老婆肯把手机给他检查，就已经足以证明清白了。自己真的去看，那就是表明他真的怀疑对方，那反而白白惹他生气。可是他又不好意思认错，于是借着酒意装睡。由于昨晚没有睡好，很快他就真的睡着了。杜晴无奈，只能帮他盖好了被子。这件事情之后，吴震释怀了，他也明白一个道理，事情只要说通了，也就没事了。一直憋在心里，才会憋出病来。对于自己无端的怀疑老婆，他心里还是有些内疚的。当然，让他这个大男子主义的人道歉是不可能的，但他有其他的办法弥补。丫丫虽然还没到上幼儿园的年纪，但本着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原则，再加上他家里条件也不错，他们给丫丫报了早教班。之前都是妻子带孩子去上课，这几天为了弥补自己的亏欠，他主动承担了这个任务，为此还特意提前下班。下课的宝贝嘟着嘴想吃冰激凌，那副可怜兮兮的模样让他毫无招架之力，只得开车带着他到处去找。在一个路口，吴震看到杜晴穿着一身性感的黑色连衣裙，修长的白腿，时尚的高跟鞋，挎着肩包，似乎在等人。吴震刚要按喇叭打招呼，一辆奥迪从他车子前面别了过去，停到了杜晴面前。后者俯身看了看车里，开门四顾了一下就上了车。吴震不认识这辆车，因为车里的人没有下车的关系，只能透过玻璃依稀看到司机是个年轻的男人。他忙踩油门追了上去，手中的方向盘越握越紧。爸爸，我要吃冰激凌。懵懂的孩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爸爸带你去找妈妈。吴震压着火气。妈妈，妈妈，丫丫找妈妈。宝宝一下子兴奋起来，把吃冰激凌的事情也给忘记了。拿手机打电话给他，响了2声就被接了起来。你在哪里？吴震让语气尽量平静。我和姐妹出去吃饭了，一会儿就回来，我去接你吧。不用，我快到家了，你把丫丫看好就行了。好了，回去再说。吴震电话里传来一阵忙音，杜晴已经挂了电话。这条路不是直接去家里的路，他有没有和姐妹吃饭不知道，但他肯定不是和姐妹在一起，而是坐在一个男人的车里。车子因为红绿灯在一个十字路口跟丢了。妈妈，妈妈！丫丫想妈妈了，祈求地望着吴震。妈妈很快就会回来了，我去家里等她好吗？吴震紧紧捏着方向盘，像是要把它捏碎了，口中却温柔地对宝宝说。回到家里，吴震机械地陪着宝宝玩耍，心里却越来越烦躁，不时地看看手表。妻子说过很快回来，但已经15分钟了，却依旧没回来。丫丫，爸爸带你去外面散步好不好？他实在是坐不住了，决定去楼下等。刚到楼下，一辆奥迪就停在他们楼下的路口，离着大概50米。一个年轻的西装男热情地给杜晴开门，似乎想送她到家里。杜晴和他聊了几句，摆摆手做了分别。西装男没再坚持，只好道别离开。两人看起来有些亲昵。妈妈，杜晴拎着一个盒子走来，到了门口才发老公和女儿正站在门口看着她，女儿更是张开双臂要她抱抱。丫丫乖，妈妈抱抱。杜晴惊讶地接过孩子，你们怎么跑下来了？陪宝宝下来走走。看着那辆奥迪消失在路口，吴震没有问出口，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淡淡的回了一句，只是看着他手里的礼品袋子，心里有猜疑起来，这是那个男人给他买的东西吗？回到屋里，吴震趁着妻子上厕所的时机，偷偷打开了礼品袋，发现里面是一条西装领带，这是买给自己的，还是说买给那个男人的？吴震不由得又多想了起来。晚上的时间，吴震一直在等妻子主动解释他为什么坐男人的车，去了哪里，做了什么。可惜他一直没有等到。不过领带的事情倒是给了个合理的解释，杜晴赛给了他，说是结婚纪念日的礼物，算是对自己忘记的惩罚。本来收到礼物是很高兴的，不过
多疑的他转念一想，又开始郁闷了。也许这份礼物真的是道歉，不过不是为了忘记结婚纪念日的道歉，而是因为做了对不起自己的事情，心里内疚，才买这个弥补。一想到自己在陪孩子，而老婆却偷偷在陪情人，心里的嫉恨就像是烧心一样难受。半夜里，他翻来覆去还是睡不着，从柜子底下翻出了藏了多年的烟，跑去阳台抽烟。许多年不抽了，刺鼻的烟味熟悉又陌生，呛得他有些难受。但他还是用力的吸一口，让烟在肺泡里面充分停留，才从鼻子里长长的呼出，似乎这样才能让自己舒服一些。你怎么还没睡？抽烟了？你不是戒掉了吗？穿着睡衣的杜晴发现了他。怎么了？心情不好？遇到什么事情了吗？我们是夫妻，有什么事情你说出来，我们一起分担。杜晴关切地问道。听到温暖的话语，吴镇有些动摇。他们是夫妻，有事情应该敞开心扉地说出来。可是想到白天他对自己撒谎，心里有另一个声音响起：杜晴啊，杜晴，你说的好听，可是你又有多少事情瞒着我？你有没有事情瞒着我？猛吸了一口烟，吴镇再次地问出了这个让他纠结的问题。没有啊。你在想什么呢？杜晴闪过一丝紧张，接着有些生气地说道：你是不是听谁乱嚼舌根了？我杜晴是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吗？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你要是不相信，你去查我好了。那个开奥迪送你回来的是谁？既然摊牌了，他干脆直接问了出来。啊，你看到了？你跟踪我？杜晴又是慌张又是气愤。需要跟踪吗？都送到家门口了，怎么不请他进来坐坐？你又吃醋了。我就是因为怕你乱想才没告诉你。他是邓贤啊，咱们的老同学，他最近来我们这边出差，遇上了就顺便送我回来，仅此而已。早知道就直接告诉你了，省得你乱猜。杜晴又好奇又好笑地望着他，把他们遇上，顺便帮忙挑选领带的事情一并告诉了他。说起邓贤，吴镇还是有些印象的。当初追求杜晴的时候，他查过自己的潜在竞争对手，邓贤就是其中之一。长得一张娃娃脸，笑起来挺眼光，不过人比较内向，最终也没有和自己正面竞争。毕业之后，同学们各奔东西，就没再联系了。你要是不喜欢我和邓贤联系，大不了我以后不再见他好了。杜晴委屈地说着，语气中带着一丝不满。同学见面有什么关系？既然他来 S 市发展，改天我们一起请他吃饭吧。看着他可怜兮兮的模样，吴镇也自觉理亏，杜晴又不是犯人，自己总不能把他关起来不见人吧。普通的同学联系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他客套一句，话中特意强调了一起，希望他能够听懂自己的意识，不要单独和他见面。杜晴听到吴镇释怀，自然是满口答应，拉着他回去休息。误会解除的吴镇心情大好，一把搂住杜晴柔软的腰肢，咬着她的耳垂：老婆，你身上好香啊。不知为什么，他今天很想以此来宣示主权，以此来证明他是属于他的。讨厌，不要了，满嘴的烟味。已经很晚了，早点睡了，明天还要早起上班呢。杜晴扭捏着挣脱了他的怀抱，拉着他去刷牙。吴镇微微一笑，故意哈了他一口烟味，惹得他躲回了房里，看着镜子里自己憔悴的面孔，暗暗感叹自己最近越来越疑神疑鬼，是该多注意睡眠了。还有这烟果然是该戒。之后的几天，吴镇果然没有看到妻子再被人送回，悬着的心也终于彻底放下。直到那次妻子和姐妹出去旅行。杜晴以前就很喜欢旅游，自从有了孩子，他就很少出去了。看到妻子天天在家抱怨，想想也怪可怜的。正巧父母想宝宝了，把孩子接回老家待一段时间，吴镇也就同意了他和姐妹去云南的旅游。晚上和妻子视频，妻子坐在一间宾馆的房间里的大床上，这是一张双人床，听杜晴说是和姐妹一起睡，这样方便开座谈会。不过她姐妹的身影却没出现在镜头里，不知是不是害羞不愿露面，还是有事出去了。突然一阵敲门声响起，
杜晴嘀咕了一句，可能是姐妹小田回来了，就放下手机出去开门了。手机丢在床上，正好对着门口和卫生间的位置。这时，一双男人的皮鞋出现在门口，那人在门口停了一会儿，和杜晴聊了一会儿，就走进了卫生间。因为离得远，他们说什么吴镇没有听到，但那鞋子、那腿一看就是男人的，根本不可能是她的闺蜜小田。接着镜头重新回到杜晴脸上，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是谁啊？小田吗？吴镇故意试探道。不是，是宾馆的服务员。杜晴随口答道。听到这里，吴镇松了口气。杜晴没有欺骗他，只是有些好奇，宾馆的服务员怎么会来借用住客的厕所。可是接下来杜晴的话让他的心里一下子凉透了。送餐的，他放下食物就走了。杜晴转了下镜头，躺在床上换了个舒服的姿势。接着一阵马桶抽水的声音传来，视频被挂断了。吴镇黑着一张脸，连续的拨回去，好几次都没人接听，几分钟后才又接通。杜晴一脸气球的道歉：“对不起，刚才手机没电了，明天要去爬山，我要洗澡休息了，你也早点睡，晚安，亲爱的。”说完就挂断了电话。一切似乎很合理，但那个进浴室的男人让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那个冲马桶的声音说明，那个男人在他们说话的时候还在浴室，手机又好巧不巧的在这个关键时候没电，到底是巧合还是杜晴心虚故意挂掉电话？这么多的疑点让他的心再次悬了起来。隔着几千里，没法立刻赶过去确认真相，让吴镇感觉很无力。他现在有些后悔同意让老婆去旅游了。打开电视，胡乱按着频道，电视里正播着一个电影，是关于去男女主角去云南香格里拉旅游寻找爱情的故事。杜晴会不会在旅途中遇到帅哥，然后发生些什么？即使他没有这个意思，但凭他那招蜂引蝶的身材样貌，难保有男人不对他动心思。谁知道杜晴能不能经受住诱惑？他很想再打过去确认一下，可是又怕打扰他休息，也暴露了自己对他起了疑心，只能等等明天再确认。可是抱着手机发呆的他又再次失眠了，家里空荡荡的，冷清清，连丫丫都不在。这一刻他感觉前所未有的孤独寂寞。刚才视频里的男人画面总是萦绕在脑海，他和他住一个房间吗？他们此刻在做什么？纷乱的思绪让他快要发狂了。酒吧里闪烁的灯光晃得睁不开眼睛，刺耳的音乐 DJ 音乐吵得他脑子嗡嗡作响。他很少来这种地方，那几次也只是陪客户。这里的环境太吵杂，但此刻他需要酒精和音乐来麻醉自己。不知灌了多少酒，感觉脸上火辣辣的，头开始发痛。他需要喝醉，醉了就不会想起那些挠心的画面。帅哥，一个人喝闷酒啊？要不要我陪你啊？一个打扮妖艳的年轻女人穿着一身紫色包臀裙坐在了吴镇身旁。好。吴镇摸着发痛的额头继续灌酒。别喝那么猛啊，再这么喝就要废了，是不是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了？说出来可能会舒服些。女子用高跟鞋的鞋尖在他小腿上似有似无的蹭着。绿帽子，我老婆给我戴绿帽子。吴镇已经喝得开始大舌头，不管是谁，他想要倾诉，憋在心里实在太难受了。哟，嫂子这么过分啊！女人抿着红唇嘻嘻一笑，帅哥哥原来还是个痴情种子，嫂子太不懂珍惜了，为那种女人喝成这样，不值得啊！我辛辛苦苦在外面打拼赚钱养家，不舍得她辛苦，让她在家休息，她竟然欺骗我，一次又一次的骗我。吴镇感觉找到了知己，把心中的委屈一股脑的说了出来。他有男人了，偷偷的不告诉我，给我戴绿帽。帅哥，想开点，现在这世道，这些很平常的啦。女人涂成紫色的指甲在他背后抚摸安慰着。平常？戴绿帽也平常吗？灌了一大口酒，吴镇仰着头问道。哈哈，人总是喜新厌旧的嘛，不然哪有那么多人离婚呢？出轨什么的总比离婚强吧。女人抽出一支细长的香烟点上。
说好的一生一世呢？说好的白头到老呢？都是骗人的。吴震砸着酒杯，被女人拦住，拿过去喝了起来。当然是骗人的，哪有什么是永恒的？不然你也不会在这里了。嗨，要及时行乐啊！别人对不起你，你别对不起自己。红酒让女人的脸颊变得娇艳，她的话充满了诱惑力和说服力。你叫什么名字？吴震好奇道。他努力睁大眼睛，想要看清女人的面容，可惜酒吧的灯光，再加上喝得醉醺醺的他，只能看到女人娇艳的红唇。呵呵，不用知道我是谁，反正明天我们就是陌生人了。女人红唇里吹出淡淡的烟丝，充满了别样的魅力。酒店浴室，被热水冲泡的清醒了不少的吴震撸了一下脸上的水，看着磨砂玻璃外面那个苗条的身影已经躺在床上，他又开始犹豫了。作为一正常的男人，他也有正常的需求，那么妖艳的一个美女就在外面，他也有邪恶的冲动。可是理智告诉他，这是出轨，自己正因为怀疑妻子出轨而烦恼，自己到先越雷池，他感觉自己很无耻。可是想到妻子也许此刻正在床上和别的男人翻云覆雨，他就妒火中烧，也想要立刻找个女人报复。只许你出轨，就不许我犯错吗？床上的女人裹着一条浴巾，露出白皙的长腿，年纪看起来30岁多，虽然没有妻子漂亮，却有着成熟女人别有的气质风韵。看到吴震穿好了西装出来，微微惊讶，随即浅笑道：怎么，我不够漂亮？不是，你很有魅力，是我的问题。吴震从他的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点上，你不会是？就当我是吧，谢谢你陪我喝酒。吴震从钱包里抽出一叠钱放在床头。我不是卖的。女人有些生气，随即又露出微笑。不过这些我收下了，当做被你侮辱的损失。老娘都给你勾起来了，你就这么放我鸽子，真不够男人。抱歉，还是放不下你老婆。西西，有趣的男人，手机给我，留个电话吧。女人颇有趣味的看着这个保守的男人。吴震知道该马上离开，不过还是把手机递了过去。等他走在回去的路上，吹着冷风，猛地抽了自己一个耳光，自己太不是男人了，那样的尤物太可惜了。可是想到丫丫那天真可爱的笑脸，他就不能允许自己做出对不起家庭的事情。第二天，因为晚上没有睡好，在上班的时候精神不是很好，也许是最近几天妻子不在，也许是昨晚被人挑逗，他看向公司秘书的视线也有些不规矩了。李婷是毕业没多久的大学生，20多岁正是女孩子最美好的年纪。微胖的她胸前特别有料，让人担心她会把白衬衫的扣子给崩了。总的来说，在公司吴震还算是一个和蔼的老板，对新来的李婷也尽量宽容，平时也经常提点她，教她些经验阅历。她也能从她的眼神里看到崇拜和尊敬，这让她作为男人的虚荣心得到很大的满足。吴总，你精神看起来不太好，喝杯咖啡吧。李婷把咖啡端到桌上，关心地问道。谢谢。吴震怕吓到人家，忙把视线收回。吴总，明天的出差让我跟你一起去吧，我也想学习一下。李婷抱着文件，期待地问道。好吧。吴震这才想起，明天还有要跑 G 市去参加一次展销会，本来只要带着销售过去就行。这会儿他看着李婷祈求的眼神和饱满的身材，竟不自觉地答应了。晚上和老婆视频的时候，发现杜晴脸上微微泛红，开玩笑地嘲笑他害羞了，心里却充满了紧张，眼睛专注地盯着他的表情变化，似乎想从他的神态中找出一些蛛丝马迹出来。不过让他失望的是，对方只是淡淡地回复一句刚刚洗过澡。同行的闺蜜小田也出现在了镜头里，取笑着他们两个撒狗粮秀恩爱，欢快的气氛也让他松了一口气，至少老婆是真的和小田在一起。你们昨晚睡得好吗？一起睡还习惯吗？吴震微笑着问道，他的目光注视着杜晴旁边的小田，很希望从她脸上看出些什么来。昨晚她们两闺蜜是否睡在一起，
对他来说很重要。哈哈，你老婆啊？小田意味深长的笑笑，惹得杜晴紧张的去捂他的嘴巴。这个动作让吴镇心里一痛，难道那个男人过夜了？你老婆啊？睡觉说梦话？哈哈！小田挣开了他的手，朝着吴镇哈哈大笑。吴镇也跟着哈哈一笑，心里宽松不少，至少昨晚妻子是和闺蜜在一起睡的。我明天要出差去 G 市一趟，他觉得还是得告知一下他的行程。那你早点休息。杜晴柔柔的说完，也开玩笑道：“是不是带了美女一起去？”怎么会？吴镇心里发虚，想起丰满的李婷，不过他还什么都没做，不该慌什么。做完心理建设，马上转移话题：“你什么时候回来？”后天就回来了。那晚安了。G 市的展销会比较顺利，当场就签下了好几单生意。销售提议去 KTV 唱歌庆祝，吴镇也很高兴，便同意了。几个人都玩嗨了，等结束的时候，几个人都喝得走路摇摇晃晃了，尤其是李婷更是已经走不动路了。吴镇酒量不错，也只有他还算清醒，于是送人回去的事情只能交给他了。一路跌跌撞撞，好容易才送到了房间。李婷已经像一条没有骨头的蛇一样贴在吴镇的身上，全靠他一个人撑着，才不至于倒下。他胸前的柔软紧紧贴在他的胳膊上，让他不由得吞了口水。年轻朝气的娃娃脸上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因为喝酒桃红的脸颊红扑扑的像个小苹果，让有恨不得去咬上一口。那微微嘟起的娇嫩红唇像一颗带水的草莓，等着他去采摘。他已经醉得不省人事，闭着眼睛，就像一个初恋的少女迎接男友的初吻。看着这毫无防备的美好身体，吴镇难免起了反应，心里有一个声音在诱惑他。这个懵懂的少女喝醉了，他什么都不知道，事后只要哄哄她，将来她就是你的宠物。另一个声音却在提醒他，他还是个涉世未深的孩子，你怎么可以那么禽兽？怎么对得起妻子孩子？怎么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手机的铃声响起，吓了他一跳，拿起来一看，是妻子的视频电话。想到这里是李婷的房间，床上直挺挺的躺着一身酒气的少女，他没法解释，匆匆挂掉了电话，给他盖了条毯子，就马上离开了。妻子的电话再次响起，等他跑回了房间，才接了起来。你怎么挂我电话？你脸怎么那么红？你干嘛呢？杜晴语气带着怀疑和不满。刚刚喝酒了，同事一起庆祝生意，刚在外面不方便接电话。面对妻子的疑心，吴镇有些慌张，幸亏自己没有做出什么不堪的事情，不然事后要是李婷把事情闹大了，自己就没脸见人了。你脖子上怎么有口红？哪个女人留下的？杜晴突然大声审问道。啊？怎么会？吴镇慌忙用手去擦，心里紧张。难道是刚才扶着李婷时留下的？既然如此，他就干脆把事实说出来，反正自己没做对不起他的事情，也没什么好犹豫的。李婷喝醉了，我送她回来，可能不小心蹭到了。你的那个秘书可真是不小心啊！杜晴冷笑着说道，显然是不相信有那么巧的事情。真的，送她回房间我就出来了，我现在在自己房间里呢。吴镇把手机在房间里晃了一圈，好让他相信自己说的话。你要还是不相信，我带你去他房间看看，他真的喝得走不动路了，我只是帮忙。